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啊。昨天傍晚的时候啊，就是11月14号啊，我正在做 LK99的视频，那后来手机呢，推送过一个消息来，一看呢，说创新工厂啊，就是李开复博士的创新工厂的01万物 AI 啊，抄袭了 Meta，就是 Facebook 那个母公司 Meta 的那个开源大模型 Llama 2的这个代码，他抄袭了吧，还没有声明啊，就是使用人家开源代码。他自己呢说是他的，还不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不太可能啊！你说别人抄不会抄，那李博士抄，那肯定能抄明白啊！再仔细一看，还真是被人拿了现行了。这个事儿啊是很有意思的。现在呢把这 LK99视频发了，我们单独聊聊这个事儿。实际上在11月，应该上周吧，11月7号还是几号的时候啊，这个李开复啊，他发布这个。他所谓01万物的时候啊，他叫 YI 要 E， 他这个 AI 叫，我是看到过这个消息的，还仔细看了，当时号称是全球最强大模型，现在这个最强大模型原来是抄的。当时发布的时候呢是两款产品，一个叫 YI-6B 啊，据说数据量60亿，还有一个呢 YI-34B 啊，是340亿参数，都是双语，而且支持开源。其中呢这个 YI-34B 就是这个340亿的这个在多项评测这个基准中啊是全球领跑，所以啊当时是又强了是吧？我们又赢了，这才几天啊，不到1周多，这就给爆出来了，是抄袭的。你说这个事儿吧，弄的，当时啊，这个李博士发表这个演说的时候啊，还是很强的，对记者说啊，01万物啊，坚定进军全球第一梯队目标啊，从招的第一个人、写的第一行代码、设计的第一个模型开始，就一直抱着成为World No.1 的初衷和决心。我们组建了一支有潜力对标 OpenAI、谷歌的一线大厂的团队。我当时就看了OpenAI、谷歌怎么没有 Facebook 呀？然后他们说呢，经历了半年的厚积薄发，以稳定的节奏和全球齐平的研究工程能力，交出了一张极具全球竞争力的耀眼的成绩单。YI-34B 可以说不负众望，一鸣惊人。他说呢，随着团队到位啊，今年6、7月份开始写第一行代码，短短4个月，我们非常自豪的产品，我们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哎呦呵，说的人这个热血沸腾啊，我们又赢了。原来这又是个笑话。实际上这里边啊就有一个猫腻在呢，他说对标 OpenAI 和谷歌，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 Meta， 就是 Llama 2啊，他没提，为啥没提呢？心虚，心虚。现在就明白为啥没提了，是吧？那很多我的观众里边也有不熟悉 IT 的、不熟悉计算机行业的朋友。什么叫开源代码？这个说起来吧，很细的啊，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啊。简单说来说呢，就是说，比如说，我的同桌是一学霸，他写了一个试题的答案给写出来了，但是呢，我要抄他，他给我提个要求，你抄我的没问题啊，但是你得写明白你是抄我的。如果我这错了，你改过来了，你得写上，是老宋改的。然后呢，就你这个答案可以一直抄。那现在呢，就是什么意思呢？李博士的这个01万物呢，他抄了人家 Meta 的这个答案，他说不是抄的，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呢，他再开源说，你们谁要抄得写明啊，这是我写的，不是你不能说是你写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肯定是有不太恰当的地方，基本上是这个意思。对于不懂 IT 的朋友啊，你就能理解这个事儿是多么的恶劣了。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开源这回事呢？因为世界上总有好人呐，对吧？总有好人，所以才有开源的。这个开源代码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善，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啊。那实际上李博士啊，把他的公司叫做01万物啊，他饱含着自己的殷切期望，要实现0到1的突破。当然了，就目前来说，对于他们来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已经是一种妄想了。别人已经把01这一步走完了，你所应该走的是2到 N 的这一步。实际上这一步啊，就他说的强大的工程能力，那是没问题的。这个事儿呢，就和我们现在说的 LK99 这个复现是有点类似的，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人家 ChatGPT 也好 Cloud 也好，人家已经彻底商业化了，而这个 LK99 呢，它还没有商业化，它的论文也好，专利也好，还存在疑问，所以大家都在攻克它的专利。那大模型不是这样，大模型0到1，人家基本上已经走完了。
如果你要是走 AGI 的0到1，你还可以走，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通用人工智能，所以这个事儿走到现在来说呢，从 Meta 开源它的 Llama 2开始啊，我们周边啊就多了无数个大模型，有多少个呢？大概有上百个，有好事者数过，截止到7月份啊，就有114个大模型。大语言模型啊，那我现在来说呢，应该是深度的 AI 用户，我大概用了接近10个大语言模型，就是属于 GPT 类的这种工具啊，用的最多的是 Cloud， 其次是 ChatGPT， 然后谷歌 Bard， 微软 Bing， 然后文心一言、通义千问、Pi， Llama 2， 还有其他的啊，一共有接近10个吧，80%我用的是 Cloud。因为我是 Cloud 最早的一批用户啊，然后呢 ChatGPT 也用啊，其他的呢像谷歌巴德、微软 Bing 也用，但是用的比较少。就像这个李开复他们那个声明里说的啊，我们看一下他说的这个声明很有意思啊，好玩。这是01万物的声明啊，就是这个事被揭穿之后啊，昨天傍晚紧急发的声明。说01万物表示啊 ，GPT 是一个业内公认的成熟架构。Llama 2呢，Llama 是在 GPT 上做了总结。所以01万物研发大模型的结构设计基于 GPT 成熟结构，借鉴了行业顶尖水平的公开成果。由于大模型技术发展还在非常初期，与行业主流保持一致的结构，有利于整体的适配与未来的迭代。同时啊，01万物团队对模型和训练的理解做了大量工作，也在持续探索结构层面本质上的突破。01万物啊，估值已经高达10个亿了。你看这个声明里边啊，极富有简体中文的这个智慧啊。你看他不说抄袭，我是借鉴。然后呢，明明是呢，就是说。没有新的东西，用别人的东西。他说有利于整体适配和未来迭代，意思说我将来要是高级了，你们和我好对标，所以我屈尊和你们一致。再往下看，说对模型的训练和理解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说我们看明白他这个东西了，没什么，我们理解了。然后呢，最后还有突破。现在好吧。你突破什么呢？你对汉芯做了新的突破，因为你比如说啊，我们一个普通的小程序员、小码农，我们改一个开源代码，糊弄糊弄那个甲方，勉强说得过去啊。这当然也是不道德的啊。那李开复这样的人物，你怎么能干这个事儿呢？你这有点陈佩斯说朱时茂的事儿，老茂，没想到你也叛变了，是吧？李总啊，没想到你也抄了。其实呢，01万物不服气儿，大家都抄，你凭什么光说我呀？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实际上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 ，Meta 呢就凭借它的这个 Llama 模型呢回归到这个一线的行列，然后呢5月9号开始开源了它的这个 AI 模型 ImageBind 啊，然后呢就是连接这个多媒体啊，包括文本、视频。那5个月以后啊，在这个就是说Llama 2开源之后啊，就是从它2月份就6、7月份吧，它的这个就是70亿和130亿，还有700亿3种参数规模啊。这个当时这个700亿的参数规模能力呢，已经接近了 GPT 3.5。那在8月25号呢 ，Meta 又推出了帮助开发人员自动生成代码的开源模型，叫 Code Llama 那么后面又推出了它的这个视觉模型啊，就是它几乎全线的 AI 产品都开源了，而且可以商用。所以这个事儿啊，就造成了国内的这个 AI 的这个模型的大爆发。那有人统计过呀，我看的一个公众号叫什么呢？叫 CashCat 啊。那么这个总结了100多个这个大语言模型啊。那么这个作者呢叫郭大侠说开源啊。那这里边呢，他总结了。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起名字的方式，包括什么历史人物啊、旧词新组啊、古词新用啊，
GPT 加垂直类名称啊，还有中医大模型啊，地名大模型，外国人物、沾边动植物，还有英文名啊，这里边什么都有，大家能想到的稀奇古怪的名字啊，从文心一言、通义千问啊、填海都、山海，到后边的这个什么孟子、黄帝、轩辕、孟子、曹植、封神榜、二郎神，到后边的这个桃李、乌鸦、求索，一直包括什么 C-Chat、MindGPT， 哇塞，我好像看到了这个。过去这个电梯合资企业起的名称一样啊，那不管什么起名字不重要，为什么从6、7月份之后，国内这个大模型集中爆发了呢？就是因为Meta开源了，然后呢，大家都使用这个开源，开始做自己的产品。其实用开源做自己产品不算什么，它开源的目的也是让大家用，但问题是人家拉玛是基于 Apache 2.0 的这个许可证。你是可以自由使用复制的，但是你也用于商业用途也行，但是你得写上人家的东西。但问题是01万物他没写，不光没写啊，而且呢在他的发表声明里边还刻意的回避了拉玛图，就是说我不光是不写，我还说没有你这回事一样。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就是滥用开源许可，这是不道德的，当然也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对于开源社区来说呀，必须界定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啊，给提出质疑啊，提出批评，不然的话呢，这个开源社区啊，最后就彻底的完蛋，就会被我们彻底的搞完乱。实际上我朋友啊，这个老范讲故事啊，讲过多次的这个开源社区的生态的这个视频，大家有兴趣可以翻出来看一下啊。对这个开源生态啊，目前存在的问题，他讲得很详细。那么这个例子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使用开源的特点。简单说，就是利用开源代码，搞一个史上最强，然后收一波韭菜。你看现在01万物已经估值10个亿了，谁说投资方一定就精呢？投资商啊也会被割韭菜的，是吧？你一看名头，李博士的，那就没问题，是吧？但是就是说现在来说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啊，这个开源火起来啊，真正的啊就是在核心搞的闭源的这些企业啊，确实是面对这个开源的这个崛起啊是比较难受的。比如像文心一言啊，像这个百川智能他们做的，本身来说呢，这个大模型啊确实是比较难搞的啊，它需要很多的专家去做适配去调优，不是人人都有这方面人才的。而且这个人才是很有限的，能达到那个水平的。再一个呢，你比如在调优的时候，本身就要不停的试错，那你做开源多省事啊，是吧？你做开源你省了多少 GPU 啊？你想想，咱就说，做一个完整的大数据模型需要很复杂的这个步骤。你最简单说，你是要准备数据吧？大语言模型需要饲料的，饲料就是这些数据啊。第二个，你设计模型嘛，是吧？这个设计模型是最核心的这个消耗脑细胞的过程，这就是创造的过程啊。再一个就是预训练，是吧？你预训练呢，就需要在大规模没有标注的数据下进行模型参数的这个预训练，获得一个通用的语言理解的这么一个基础模型，这需要消耗大量的计算资源，就是 GPU。那预训练阶段啊，使用 GPU 是最多的。再往下就是精调了，那你精调的时候呢，你使用一些特定的任务数据啊，对于训练好的模型呢进行精调，使得能适应下一步的下游的任务，这个时候 GPU 使用的就比较少了。再往后就是推理了，推理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使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是吧？也是就是说再进一步的这个精调部署到生产环境中，所以呢，你看看我们假如说哈。假如说这个 ChatGPT 3.5 或者 Cloud 需要使用1万块 A100 的 NVIDIA 的 GPU 是吧？那你算算的话呢，实际上这么算下来啊，大概啊使用开源的这些代码能省掉接近1多半。你比如说预训练阶段的这个大量的这个从零开始的训练大模型的过程，它省掉了。它的计算量会小很多，那预训练过程被跳过呀，这个大概能省掉70%-80%。那到精调阶段呢，你这个使用的 CPU 的数量就少很多了。一般来说呢，大概
你这个使用的数据量和训练步数会下降到10到100倍。那经调阶段呢，比预训练更小的这个尺度，所以呢还会下降10倍以上。所以这么算下来啊，如果你用别人的模型啊搞这种迁移学习，理论上需要几百到上千块的 A100 的 GPU 啊，就能实现很不错的效果。那具体的数量呢，你还需要看你的这个下游具体的任务的数据量大小，对吧？还有你要求的质量。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像这个初创型企业使用开源代码，这是一个不错的路子。011万物走到发布前，它只要完整的按照开源模型的说法来做，它没有任何毛病。它再吹也没事儿。它问题就在于说，我抄了别人答案，我没说是我抄的，然后我让别人抄的时候呢，还要说，你是抄我的。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就都能理解了，这是极其不道德的。实际上，关于开源这个事儿啊，在很多技术上也有类似的东西，所以开源啊是一个双刃剑，它可能是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好，也可能会毁掉我们的社会。我之前做过一期视频啊，我会放到这个网页上面右上角这个弹出的这个链接上，就是关于火箭发动机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最初发明者是一个美国人。他发明了这个技术之后啊，他的火箭一直飞不太高，他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他实际上已经把火箭发动机的一些关键技术全部突破了。但是呢，他下一步往前推进的时候呢，是得不到很多的资金来做，他就在那徘徊，直到4、5年前后，他的还飞不了多高呢，几千米不到呢。在当时的话，3几年、4几年，德国人就学习了他的技术。当时呢，他就说：“你们都可以学习啊，没问题的，我开放。”就相当于现在开源，德国人就学到了这个技术，后边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搞出了 U2，如果再给他们几年时间，这个 U2 火箭可能就能毁灭全世界了。你想想，开源啊，一不小心就可能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所以啊，开源如果被好人用了，那是功德无量；被坏人用了，那是贻患无穷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找出那些不道德的使用开源的人来。那好的，这就是今天啊关于Llama 2被011万物冒用的这个情况，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